这个是2020年年末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出赛的一场辩论，当时肖战正经历大规模网暴的后期，辩题是肖战227事件中的一个话题：粉丝行为，偶像买单。正方是西南政法大学，观点是偶像应该为粉丝行为买单；反方是华东政法大学，观点是偶像不应该为粉丝行为买单。最终反方3-0胜出。这场辩论过多的探讨粉丝管理的问题，最后评委的发言让这场辩论发人深省。我们看一下其中的一些片段。好，对方辩友你好。你好。买单叫做承担责任，对不对？不一定和责任有关，应该是承担某种对我不利的后果啊，对，承担后果，或者付出某种代价，没有关系，这里没有分歧。对方辩友，我今天跟我朋友出去吃饭，这顿饭吃了100块钱，每个人本来吃了50块钱，我这个时候把我朋友本来应该承担的那50块钱给他付掉了，这个时候叫不叫做我这顿饭我为我朋友买的单？叫啊，这就是我方在立论当中讲的，很好，对此没有责任，很好，你主动去付了，这个时候对你的形象是有提升的。很好，我反过来问你，所以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我朋友本来应该承认的责任他没有做，对吧？在这个例子里面，这个情况下，您方想说什么呢？啊，就是本来这50块钱你是不是没有付？我只是要确认你一下，你不用这么紧张。不是，我主动去付了也可以。付没付嘛？所以我的朋友付没付嘛？没付就对了嘛。所以为别人买单叫做我把别人本应该承担的责任揽到我身上，这叫为别人买单。OK， 我第二个问题，其实您方的第二条论其实在讲，偶像在没有引导或者错误示范粉丝的这个行为的时候，仍然要为粉丝的行为买单，对不对？对啊，因为在这个情况下，偶像本来就没有尽到他应尽的职责，他也没有做正确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是他的责任啊，他就应该为此买单。好，我问你啊，我尽例子问你，我是华仔的粉丝，我今天想看刘德华的演唱会，我爸妈不想让我看，他觉得刘德华不好，我跟他吵架，叫不叫粉丝行为？刘德华要不要买单？您方觉得刘德华在这个例子里面他有责任吗？对方没有责任，所以要不要买单？要吧。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华仔出来劝解您当然是可以，所以要劝解要买单嘛？你说要不就行了嘛，对吧？可以啊，可以买。好，我今天为了刘德华，我看人家演唱会去逃课，我跟我老师吵架，被我老师骂了，在您方这个语境下也要买单的，对吧？也要倡导嘛。我作为一个偶像，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我是不是也所以也是要的嘛，对吧？可以了，好，可以了。我今天作为一个刘德华的粉丝，我偷我爷爷的零花钱，我要看我刘德华演唱会，我要听他唱《忘情水》，这个时候您方也要买单的，对吧？也要倡导吧？可以啊，我会劝您不要。对方没有，我刚才你打了1分多钟的质询，你知不知道我下一个问题要问你什么？您方讲。所以你不知道问我，你作为一个辩手，你都不知道我下一个问题要问你什么？你怎么让刘德华知道他的粉丝下一步会做出什么千奇百怪的粉丝行为？所以在他方这个论证立场下，刘德华每天都唱着《忘情水》买单就行了，不用从事演艺事业。好，不对，对方辩友。没事，不对，你一遍再论证再跟我讲啊，没关系，我的环节，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好了。您方其实今天想利用偶像对粉丝的这种正向引导作用，没错吧？您方既然要让他买单，对，偶像要呼吁，偶像呼了粉丝不吁怎么办？呼应，偶像粉丝不应怎么办？所以即便存在这样的情况好了，所以存在这样的情况对吧？不呼吗？所以存在这样的情况对不对？我们今天只是对偶像说了，就是偶像在这种情况下，你当然尽到应该自己应尽的责任。如果您方非要讨论这部分你呼了也没有用的粉丝，那我方之后可以和您方慢慢讨论。非常好，我方接下来就要给大家论证，偶像呼了粉丝不应，所以我方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去解决现在粉圈的这种乱象。谢谢。简短的为刚才的质询做2句小结。第一，偶像真的很累，在对方的语境下，粉丝干什么事情偶像都要买单。第二，偶像真的很难，因为偶像根本就不敢预测粉丝接下来会做出什么千奇百怪的行为，但对方还要求其买单。那我们接下来看偶像应不应该为粉丝买单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判断标准应该是何者更能实现粉丝的责任自负。理由有几项。首先，从义务来源上来判断，偶像没有任何为粉丝行为进行买单的合理理由。在法律上，义务自负是罗马法自古2000年以来不变的原则。人的过错行为在原则上应由行为人自身买单负责，而少有的例外，其背后都有特别的法律照顾，像未成年人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天然羁绊，环境污染者主体的严格要求。反观粉丝与偶像的关系，我们会发现此种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松散的社会连接，粉丝脱粉转黑时有发生。无论是从法律还是道德层面上审视，偶像都没有为粉丝买单的义务来源。
其次，偶像替粉丝买单，粉丝就会免于承担责任，不利于粉丝行为的规范化管理，也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肖战拥有2700万粉丝，即使要求肖战认识1%的粉丝，他也需要了解27万人之多。偶像难以一一甄别粉丝。更进一步，如果偶像愿意为粉丝买单，就会造成饭圈特有的一层权力真空，路人甚至黑粉都会加入这场网络暴力的狂欢，因为不管粉丝做什么，打着某一偶像的旗号，这个偶像就要为他买单。接下来我感叹一下，我觉得这一道题走到后边，从反方的回应无力，或者反方思辨试图做的动作上，我前面一边看，我自己还是一边在偷笑的。就我很喜欢看到，就是辩手在台上使各种小动作啊，就各种纠缠，我看谁掉得进去，谁没有意识到这个局是什么。但是我后面真的有点笑不太出来。反方，你没有意识到正方的语境中有一个我自己认为是相当重要的事情，但是在台上似乎都把它当成是不重要了。在正方的语境中，认错是为什么？因为值得啊，对我的名声有好处啊，对社会有引导作用啊。清白呢？我的清白呢？在正方的世界里头，这件事情不重要，艺人的骨气不重要，艺人你本人到底是怎么的人格的人，你不重要。好怪啊！我自己觉得好怪啊。然后我觉得反方四辩你想要呼喊的那件事情，不也是这一件事情吗？为什么反方说不出这一件事情，点不出这个最大的弊害？这件事情，如果你真要走义务论的话，你就得把这个点出来。是非对错，这个社会得讲究的呀，不是纯粹值不值得的问题啊。但是反方没点出来，我不由自主回想起我的一个朋友晶晶，刘晶晶，她曾经发过一条微博。我那时还在微信上看了这微博，跟她聊了2句。我当时也截图了她这个微博，我给大家读一读。前日评辩论比赛的时候，我曾说，近些年很少见到真正的价值辩论，谈自由之可贵，说平等之意义，最后都是诉诸利益，区别仅在于人数多少，骨子里头都是功利主义。也许可辩论确实会让讨论的维度变得单一，也许这种单一的背后是想象力的结构性贫乏，也许能救赎这种单一的，要靠审美或者幽默，此事古难全。我们这个时代在讨论正义道德的时候，似乎不和功利挂钩，不和值得挂钩，我们就显得无语或者弱势。我自己也不擅长做这个但是我觉得也许是我们未来可以尝试努力的方向。以上，谢谢。